为什么中国式的利己主义散发着猥琐？为什么中国文化产生不出真正的个人主义？为什么中国人活得像泥里打滚而从没有活出精神层面的超越意象？今天我们继续读《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这本书。今天的读书章节中有以上问题的答案。今天读到没有开化的利己主义，人还没有萌芽，没有超越意象的平面人和人烟稀少这3个专题。想听更多的内容，可以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读完这本书之后，我还会就解读中国文化这个专题去读更多的书，以帮助自己查杀掉头脑中的中国文化病毒，在个体层面做到文化出埃及，早日跃迁到现代文明的状态。让我们开始吧。第一个专题，没有开化的利己主义。希望别人对自己有用的做法，在中国文化行为里是常态，它是中国人互助的一种形式。而且将别人当工具的人，也多半会将自己当作别人的工具以回报。因此，在中国文化的范围内，它并不能算是不道德的行为。现在我们要谈的是刻意地损人利己的行为，这种行为在中国文化中也是认为不应该的。然而，它却是上述倾向的延伸，也是同一条文法规则的运用。在中国文化2人定义1人的程序设计中，一个人总需要凭对方才能定义自己这一方，也往往要依靠对方帮助自己这一方。在文化的理想中，有主张双方都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于是虽有一种人出现，他单方面替你决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方式，那就是你必须毫不利你自己，专去利他那一方。换而言之，他随时都准备踩在你的身上，将他自己抬高。他们与你交朋友，却眼神不定，言辞闪烁，心怀鬼胎，丝毫掩饰不住他背后想利用你的动机，而且还一副以能暗算到别人而自鸣得意的神态，将自己的精与醒目当作是一种美德。如果这样的人碰到了同类的货色，就会光棍遇着无劈柴，彼此暗算来暗算去，然而却仍然以朋友相称，而且双方都觉得很自然而然。在中国社会中也有很多这样的人，他们自己不学无术，却去嫉妒别人，然而在将对方铲平之后，还要踩在他的身上来抬高自己。他们运用的方法往往是与对方搞和合，例如请客吃饭，然后用共同联名合作的方式将自己抬高到与对方同等的地位。在这个过程进行的同时，却不停地向对方进行狙击，希望将对方打压下去，这样自己就可以做到一枝独秀。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往往能够掌握到对方和为贵与不想争执的心理。在国内的大学中，笔者都见到过这样的情形，有人利用师生关系骗对方的著作当作是自己的著作发表，当另一方不肯罢休时，他们却托中间人去讲情，结果在人情攻势下，另一方只好平息下来。上述这些动作都是在友情的基础上进行的，像这样的交朋友法，在新教文化人士眼中绝对是骇人听闻的。然而发展了自我的新教文化人士却往往比中国人还能洞察到这个现象的成因。他们看出这是在专制主义底下个人不发展的结果，而且还理解到它只是自我压缩的人格失去控制的另一面。路德派神学家黑格尔说，在中国，既然一切人民在皇帝面前概属平等，换句话说，大家一样是卑微的，因此自由与奴隶的区别必然是不分明的。荣誉之心既然无存，人与人之间没有一种个人的权利，谦逊或自贬自义的意识乃极为通行。这意识又很容易变成极度的自暴自弃，唯其自暴自弃乃造成了中国人极大的不道德。他们以撒谎见长，他们随时随地都能说谎，朋友欺诈朋友，假使欺诈未能达到目的，或为对方所知悉时，双方皆恬不以为耻，恬不以为怪。试问，一个不尊重自己个体的人，又怎么会去尊重别人的个体？在中国这个依赖感的文化中，既然能产生连终身大事也必须依靠别人助力的人，自然也会出现想成名也必须踩在别人身上的情形。上面曾经指出过，个人不发展的中国人有拉大旗做虎皮的倾向，不过这只是没有个性的人稳住自己的方法，还不至于到损人利己的地步。然而同一条文法规则的发展，就会变成踩在别人身上，甚至是踩在别人的尸体之上，去推进自己利益的情形。尼采说，如果你想高升，用你自己的腿，别让自己被带上去，别骑在他人的背上和头上，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论更高的人。在尼采的观点中，更高人类的出现是必须踩在旧的自我之上去达成的，因此踩在别人身上去保自己的作风，其实是一种永不超越的人类的表现。然而中国文化既然缺乏超越意象，而倾向于在世俗中拔高，就很容易导致这类表现。借别人的人头一用的伎俩，的确也是中国人的国粹。例如在《三国演义》中就将曹操描写成这样，于是在这个男性被弱化了的文化中，居然也会出现一种伪丈夫，那就是无毒不丈夫。王明从莫斯科回来后，不曾有过什么功劳，也人微言轻，后来借了苏联的撑腰，做了党的书记，就对资历比他深的人施以残酷的斗争，无情的打击，以确立自己的地位。野心家张国焘以中央代表的身份到了鄂豫皖苏区后，为了立威，也将创立该苏区的一批有经验的老干部几乎全部杀光。这个无毒不丈夫的心态，有时反而会被资本主义激化，因为在传统文化底下，还可以用羞耻感去约束大部分的人。到了可以公然逐利的时代，一向不知道如何用合法方法逐利的中国人，就很容易失去控制，于是他治他律就会崩溃，而人也会变得无耻。列宁认为，资本主义越到东方越无耻，确实说得不错。比如我第一次听到新闻联播里说地沟油的事情，就想着这太不尊重人，太侮辱人了，就发誓学做饭。从此不到绝对万不得已，就不会去碰外面小馆子里的饭菜。在建国以前的上海，在今日的台湾以及战后的香港，都会大量出现下列的现象：开空头支票诈骗人，叫别人代垫一笔款子，而自己逃之夭夭，让别人去上吊；与人合作做生意，赚了钱之后就独吞，或者与人合股做生意，吃掉对方的资金。至于将船沉掉骗取保险金，也以中国人办的轮船公司居多。显然地，未开化的利己主义者是这样认为的：搞资本主义就等于申请到了做强盗的执照。然而在中国这个和合感的文化中，这种强盗行径有时又是在朋友或伙计之间发生的。也就是说，做了几十年的朋友，到了最后的利害关头就捅对方一刀。如果能无耻到这般田地，连几十年朋友的人言也已经感到不可畏惧，那么在与对自己完全没有制约能力的陌生人做生意时，就会更明火执仗地去打劫。在笔者居住美国的期间，几乎到过每一州都听说过与台湾做土特产生意被骗的故事。这些情形是买主看到报纸的大幅广告，就将钱汇过去后，然后就音讯皆无，对方的商号也随之消失了。有些情形则是收到了烂掉的货。这种未开化的利己主义在传统文化行为中仍有大量的残留。无论是开化的利己主义还是未开化的利己主义，都仍然不等于个人主义。个人主义有发展个人的意思，也就是在外形、内心、身体、才智、感情、人格、灵与肉等各个方面都让自己如花朵一般盛开，因此有超越自我，使自己成为更高的人的含义。至于利己主义，纵使是合法的，也顶多只是集中在对身体化需求的满足之上。中国人一向反对个人主义，其效果则只是让自己文化里的土特产，无论是哪一种形式的利己主义，都发扬光大。第二个专题，人还没有萌芽，没有超越意象的平面人。中国文化虽然是整个地建立在人这一个层次之上的，却是世界上少见的不尊重人的文化。中国人历来都没有人权这个概念。中国人的天却不是一个超越的因素，而是内在于天地人这个世界体系的一个组成因素。因此，中国人的天理其实就是人理，它只是渠道化的社会关系的代号。中国文化的存天理灭人欲，就是要求个体不要发扬自我，而是去符合这种世俗关系。在这样的安排下，单方面的个体就更不可能是一个具有超越意象的精神主体，而只能成为一个必须在人情的磁力场中安置的身，也是一个只有在世俗中去展现的身。无论是哪一种情形，都很难导致人的超越，因为一来能肯定一个人价值的因素，并不是来自一个超越的原理，而是来自他在社群关系中的表现。第二，纵使他能做单方面的自我肯定，也只是在安身竞赛中名列前茅，而不是个体精神形态的表现。
中国人搞社会主义，就是要求人用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方式，去在天理面前进行活人祭祀。中国人搞资本主义，则可以搞到完全没有精神活动，超越意象，甚至没有了情欲心灵，而变成一种没有任何色泽、光彩、冷热的纯粹身体化的存在。在西方，人之解放是上帝死亡的结果，但是中国人的上帝却是世俗关系，因此人真正可以说得上是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即使物质条件发达、科学昌明，也将无法使这个上帝死亡。至于在目前，中国的人仍然是一个苍白的囚徒，因此人虽然号称14亿，却是一个人烟稀少的局面。第三个专题，人烟稀少。西方文化既然认为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目的、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工具、一个公共类型，因此虽认为每一个个体都是独一的，它不像零件可以随便替换。中国人则认为，在横的层次下，个人只是集体的一个可更换的零件；在纵的层次上，个人也只是生命的目的，是为了创造宇宙激起的生命这个接力赛中的一个环节。这个接力赛自然也是身体化存在的延续过程，因此个人本身并不存在他自己的目的。很多老一辈的妇女往往只有姓氏，连个名字也没有，因此到了后来必须登记户口时，就只得用阿毛、张王氏、李氏等代称。然而在古代，就只有贵族才有姓名，老百姓没有名字，只有动物一般的称呼。中国人既然一方面强调家庭观念，另一方面又对祖上乏善可陈，因此就说明一个事实，每一代的人就只是一个延续身体化存在的一个环节，而不是一个独特的个体。